别人在不了解你之前是不敢欺负你的，哪怕你是一个胆小自卑社恐的人，你只要把握好一个准则，就能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，就是一定不要有太多的分享欲望。有些事情尽量秉持着别人不问就别说的原则。有时候别人问你一些敏感的问题，你千万不要急着回答，你先想清楚他问的这些话背后的目的是什么。如果不确定，你就先模棱两可的应付两句，打发一下就行了。总之，千万不要别人问什么，你就如实的照说。当你还不确定对方是不是有善意的时候，我们尽量要少说话，尽可能不流露自己真实的身份，拿捏好分寸，这样才不容易被别有用心的坏人把你给伤害到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最蠢的事，就是把真心掏给一个还没看清的人。你以为你坦诚，别人觉得你傻；你以为你在交朋友，别人在慢慢摸清你的底；你以为多说两句没什么，别人已经把你的软肋记下来了。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你是不是也曾经因为太老实被人坑过？你是不是也曾经掏心掏肺，结果被人卖了？你是不是也活到这个岁数才明白，话多不是好事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把你的经历在评论区分享。佛经有云，口为祸福之门。你这一张嘴，能给你带来福气，也能给你招来祸端。话说出去之前，你是话的主人；话说出去之后，你是话的奴隶。多少人一辈子栽在一句话上，多少人的秘密毁在自己嘴上，多少人的关系坏在说的太多。后来才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，那些被人欺负的老实人，不是因为他们胆小，不是因为他们自卑，不是因为他们社恐，是因为他们太容易被看透了。别人问两句，他们就全说了；别人套几句话，他们就交底了；别人还没发力，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底牌全亮出来了。你知道吗？一个透明人是最容易被欺负的。你的一切都被别人看得清清楚楚，你的弱点在哪里？你的软肋是什么？你最在意什么？你最怕什么？别人全都知道。那他收拾你的时候，一刀一个准，你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反过来，一个让人看不透的人，别人是不敢轻易动的。他不确定你有多少底牌，不确定你背后有谁，不确定动你会有什么后果。这种不确定性就是你的护身符。你不需要多厉害，你只需要让别人看不透你，你就安全了一大半了。很多人有一个天大的误解，他们觉得真诚就是把所有事都说出来，他们觉得交朋友就是毫无保留，他们觉得对别人好就是知无不言。卢叔想告诉你，错了，全错了。真诚不是掏空自己，是有所选择的表达。交朋友不是交出底牌，是慢慢建立信任。对别人好不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对方，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。你把顺序搞反了，你把结果当成了前提。你想想看，你刚认识一个人，你了解他吗？你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吗？你知道他接近你的目的是什么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把自己的家底全说出去了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？你家里什么情况？你跟谁有矛盾？你最近在烦什么？你全说了。这不是真诚，这是愚蠢。经书里有句话叫善护口业，好好保护你的嘴，不要乱说话，因为你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别人攻击你的武器。你以为你在拉近距离，别人在收集情报；你以为你在交心，别人在找你的漏洞。真实的生活里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。小张在公司里跟新来的同事聊得很投缘，觉得这个人不错，把自己对领导的不满全说了。结果呢，这个新同事转头就把话传到了领导耳朵里。小张被穿了小鞋，还不知道是谁害的。老李在酒桌上认识一个所谓的朋友，几杯酒下去，把自己的家底全都搂出来了。存款多少，房子几套，孩子在哪上学。没过多久，
这个朋友就来借钱了，不借吧，面子上过不去；借了吧，心里不踏实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人就是专门在酒桌上套话的。王姐在小区里跟邻居聊天，人家问什么，她答什么。你家儿子在哪上班？一个月挣多少？结婚了吗？媳妇是哪里的？王姐全说了。结果呢，整个小区都知道他家的事了。儿子升职加薪的事被人阴阳怪气，媳妇外地户口的事被人嚼舌根。王姐气得不行，但这能怪谁呢？只能怪自己嘴太快了。你知道吗？别人问你问题，你不一定要回答，这是很多人一辈子没学会的事。别人问你家住哪里，你可以说就在这附近。别人问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，你可以说够花。别人问你孩子考了多少分，你可以说还行。别人问你家里做什么的，你可以说做点小生意。这些话说了等于没说，但又给了对方面子。你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，但你也没有得罪人。这叫分寸，这叫智慧，这叫保护自己。有人会问，那是不是什么都不说？不是的，是要分人、分事、分时候。对信得过的人可以说多一些，对还不了解的人说3分留7分，对明显来套话的人1分都不给。判断的标准很简单，你先想清楚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。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先想清楚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。这个问题值得你花3秒钟去想，这3秒钟能帮你省掉3年后悔的时间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突然问你工资多少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真的关心你吗？他可能只是想比较，想看看自己比你强还是比你弱，可能是在盘算找你借钱的额度，可能是想打探你的经济状况，看你值不值得他花心思。你不管3七21，把真实数字说出来，你就上当了。一个人突然问你家住哪里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真的好奇吗？未必。他可能是在评估你的经济实力，可能是在算计你们离得近不近，方便利用你，可能单纯就是八卦。你说的越具体，你暴露的越多。一个人突然问你最近在忙什么项目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真的关心你的工作吗？他可能只是想看看有没有他能抄的机会，可能是想判断你在公司的位置，可能是想找你的茬。你憨憨的全说出来了，你的心血可能就被别人拿走了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，他们的本事不是自己有多厉害，是让别人心甘情愿把信息交出来。他们看起来和和气气，问什么都笑眯眯的。你被他们的态度迷惑了，觉得这个人不错，就什么都说了。结果呢，你成了他们的信息来源，自己被利用了还不知道。这种人有一个专门的名字，叫套话者。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说出你想保密的事。他们会先跟你聊家常，让你放松警惕，然后不经意地问一个关键问题，你还没反应过来，话已经说出去了。等你回过神来，已经晚了。要怎么防这种人呢？很简单，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先反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为什么要问这个？第二个，我告诉他会有什么后果？第三个，我能不能不回答或者模糊回答？这3个问题想清楚了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回应了。佛经有云，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有智慧的人在说话之前先想后果，普通人话说出去了才开始后悔。你要做那个有智慧的人，每一句话出口之前，先在脑子里过一遍，这句话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，不说对我有什么损失。如果没有好处，那就别说。你知道吗？沉默是最好的保护。你不说话，别人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；你不表态，别人就不知道你的立场；你不交底，别人就不知道怎么对付你。你的沉默是你给自己穿的一件铠甲。你看看那些真正厉害的人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话不多，他们不轻易表态，他们不随便交心。
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这种人，别人是不敢欺负的，因为摸不透，因为没把握，因为不确定后果。反过来，那些话多的人呢？那些别人问什么都如实回答的人呢？他们是最好对付的。你要知道他的弱点，随便问2句他就说了。你要拿捏他，随便套几句话就知道他在意什么了。讲到这里，卢叔送大家6句话，这6句话你记在心里，比任何社交技巧都管用。第1句，别人不问你就别说。你以为的好意提醒，别人可能觉得你在显摆；你以为的主动交代，别人可能觉得你此地无银。不是所有话都需要说出来的，有些话烂在肚子里，比说出来好10000倍。第2句，别人问了，你也不一定要全说。他问什么你就答什么，你是他的下属吗？你是他的犯人吗？你有义务回答他所有问题吗？你有权利选择说什么，也有权利选择不说什么。第3句，敏感问题，先想3秒再开口。这3秒钟不是让你愣着，是让你想他为什么问。想清楚了，你自然知道该说多少。3秒钟的沉默不尴尬，比你说了不该说的话之后用3年去后悔划算太多了。第4句，不确定对方的善意就守住自己的嘴。善意不是看出来的，是处出来的。一个人才刚跟你认识3天，他能对你有多大的善意？一个人跟你吃了1顿饭，他凭什么值得你信任？时间不到，情分不到，话就不要到。第5句，模棱两可的话是最好的保护。你没说真话，你也没说假话，你说的话都对，但都没用。对方挑不出你的毛病，也拿不到你的把柄。你既不得罪人，又保护了自己，这才是高手。第6句，你的底牌只能给赢了的人看。别在你还没看清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把自己所有的牌亮出来。等着，看着，熬着，等到你真的确定这个人值得了，你再慢慢亮。底牌亮得太早的人，最后都输得很惨。你的嘴是你的门，关紧了，坏人进不来。你的话是你的钱，花太快了，很快就没了。你的底牌是你的命，亮太早了，命就不稳了。别人不问你不说，别人问你你少说。3次之后再开口，开口之后留3分。佛经有云，守口如瓶，防疫如城。守住你的嘴巴，像守住瓶口一样严实；守住你的心念，像守住城门一样谨慎。嘴巴守住了，祸就进不来了；心念守住了，很多烦乱也就起不来了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，你有没有因为话太多吃过亏，或者你用了什么办法管住了自己的嘴？写在评论区，也许你的经历正好能点醒另一个人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